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李沁被區別對待不落座，男頻劇女主的集體尷尬再被揭開。北京的夜晚，星光璀璨，閃光燈此起彼伏，微博之夜落下帷幕，但風波卻並未散去。在這場被稱為內娛風向標的盛典上，每一個鏡頭、每一個座次、每一段發言，都是咖位與熱度的較量。而在眾星雲集的夜晚，李沁卻成了話題中心。她沒有落座，也沒有發言，甚至連獲獎感言都被略過。短短幾分鐘的露面，讓李沁被區別對待登上熱搜，再次將男頻劇女主的尷尬擺上了台面。當鏡頭掃過前排的趙麗穎、楊紫、劉詩詩等人時，網友們幾乎是本能地豎着：李沁呢？雙引號。答案是，她並不在台下。微博之夜的座位安排一向被視為咖位的晴雨表，哪怕主辦方再三強調座位不代表地位，但在娛樂圈裡，坐哪永遠比說什麼更有象徵意義。而李沁作為2024年兩部熱門劇《追風者》《慶餘年2》的女主角之一，本應在前排有一席之地，可她不僅被安排在第4排，還沒有主戲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，當她與高葉、鐘楚曦、張鈞甯一同獲得年度質感演員榮譽時，他們只被安排上台領獎，沒有任何發言時間。主持人宣布獲獎者，她上台合照、鞠躬、下台流程迅速而冷靜，鏡頭一閃而過，仿佛只是流程中的一個符號。網友調侃道：微博之夜不是紅毯盛典，是照妖鏡，能照出誰是真正的中心人物。雙引號。很多人都在問，李沁演了《慶餘年2》，演了《追風者》，收視、口碑、話題度都有，為何還不進一線陣列？從作品層面看，李沁的表現其實不輸。《追風者》中，她飾演的沈婧真溫婉又堅定，在諜戰氛圍中增添了一抹柔光。《慶餘年2》中，范若若一腳繼續穩紮穩打，是全劇的重要情感線之一。可問題在於，這兩部作品都屬於男頻劇，無論是張若昀飾演的范閒，還是王一博飾演的魏若來，故事核心都在男性角色上，女主角更多是陪襯與推動者，而非真正的敘事中心。這種結構決定了，即便劇火了，觀眾記住的往往是男主和劇情，而非女主本身。在《慶餘年2》熱播時，全網的討論焦點幾乎都圍繞在張若昀、陳道明、吳剛的戲份上。范若若雖然有戲，但她的光芒被更宏大的男頻世界觀稀釋了。一句話概括：劇火人火。尤其是男頻劇裡的女主，更容易被邊緣化。這次微博之夜，座次的差異尤其明顯。趙麗穎坐在前排 C 位，楊紫緊鄰其後，譚健次、鄧為、張晚意這些男演員也都有前排位置。然而，李沁卻被安排在第4排，還不是 C 位。旁邊坐着關曉彤、金晨，網友們一比較就覺得不對勁。同樣參演熱門劇，同樣有代表作，為什麼李沁被放在更靠後的位置？有人分析，這是熱度算法的結果。微博之夜以話題度、熱搜指數為參考標準，作品熱度只是其中一環。李沁雖然作品穩定，但她本人並不熱搜體質。她鮮少炒作，曝光度有限，粉絲活躍度也不如一些年輕流量。而像楊紫、趙麗穎，他們不僅有熱度，還有強大的粉絲生態，活躍的社交討論，品牌資源也更強。所以哪怕同樣有代表作，最終排名還是差一檔。可現實的殘酷在於，娛樂圈並非完全憑實力定做，而是一個綜合熱度遊戲。事實上，李沁的遭遇並非個例。近年來，隨着男頻劇崛起，大量女演員陷入了類似的尷尬境地。劇火、角色火，
但自己不火。比如《陳情令》中的孟子義、慶餘年的李沁、長風渡的宋義、蓮花樓的陳都靈，他們的角色都在故事中舉足輕重，卻在宣傳、討論和獎項環節中被削弱存在感。有業內人士分析，男頻劇的敘事重心永遠在男主的成長線上，女主角更多是情感陪襯。他們的戲份被嚴格控制，即便演技再好，也難以搶到敘事主權。雙引號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趙麗穎能靠《楚喬傳之否幸福到萬家》一路躍升。她演的幾乎都是女主成長線的劇，真正以女性為敘事核心。楊紫的香蜜常相思同理，而李沁、宋義、高葉們雖然演技不俗，卻在男頻劇結構下先天吃虧。這次微博之夜還有一個細節讓網友不滿：李沁、高葉、張鈞甯、鐘楚曦獲年度質感演員獎，但他們沒能發表感言。現場主持人迅速宣布結果，拍照、退場，全程不過幾十秒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一些男演員或流量藝人不僅能互動，還能玩遊戲、唱歌、上台多次。這種反差被網友戲稱為看人下菜碟。微博評論區充滿了類似的聲音。李沁太慘了吧，劇火人不火的典型代表。這活動真是雙標，女性演員太難了，不安排發言時間也太不尊重了。雙引號。也有人理性指出，這也許與節目時長、剪輯節奏有關，未必是刻意為難。但無論如何，這樣的安排讓人不禁感嘆，女演員想被看到，真的太難了。了解李沁的人都知道，她幾乎從不炒作。出道10多年，零緋聞、零撕逼、零營銷。她從《紅樓夢》的少年薛寶釵起步，到《楚喬傳》的元淳，到《慶餘年》的范若若，每一個角色都恰到好處。她有戲卻不喧嘩，有實力卻不高調。這種性格讓她贏得了口碑，卻也失去了熱度。在流量至上的時代，這種只靠作品說話的演員反而更容易被忽略。她的演技被業內認可，拿過白玉蘭提名、金鷹獎提名，但這些專業榮譽並不等於流量加持。在微博這樣的舞台，算法永遠偏愛話題和熱度，而非質感。這場風波讓人再次思考，內娛的生態真的公平嗎？當流量等於話語權成為潛規則，真正靠作品立身的演員就容易被忽略。特別是女演員，她們面對的天花板更低。太美了，被質疑花瓶；太強了，又被說搶戲；太安靜，又被嫌沒話題；太熱搜，又被罵炒作。這種雙重標準早已成為常態。有人總結得很到位，男演員靠作品翻身，女演員卻要靠作品、造型、熱度、關係、運氣的總和才能被看見。雙引號。而當李沁這樣一個穩定、安靜、有演技的演員被安排到第4排，沒有發言，這種不公平就顯得格外刺眼。微博之夜之後，關於男女演員資源不平等的話題再度升溫，不少業內人開始反思，是不是應該給質感演員更多舞台。一些評論寫道：李沁這樣的演員或許不轟動，但它代表了演藝行業的底線和溫度。我們不該只看熱搜，更該看作品。雙引號。事實上，觀眾也在變，越來越多的人審美疲勞，不再盲目追流量，反而開始關注演員的演技與作品。像李沁、倪妮、馬思純、高葉這樣的非流量派，正在悄悄積累口碑。或許他們不需要頻繁露臉，但每次出現都能讓人記得他是演員，不是流量符號。結語：演員的路不該被座位定義。李沁這次被區別對待的確讓人唏噓，但這未必是壞事。因為有討論，才有改變。微博之夜過去了，熱搜會散，但公眾對什麼樣的演員值得尊重的討論才剛剛開始。
演員的價值不該由座位決定，女演員的努力也不該被男頻劇掩蓋。希望未來的盛典能讓真正有實力、有作品的演員坐在屬於他們的位置上，也希望李沁、關曉彤、金晨這些女演員能有更多屬於自己的作品和舞台。畢竟，娛樂圈的光不只屬於站在 C 位的人。